Hello，大家好，我係 Lucian 盧筍，第一次喺頻道同大家見面，希望大家多多關照，咁亦都趁呢個機會買一賣廣告，咁希望大家可以點個關注啦，同埋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share 我影片俾你身邊嘅親朋好友，亦都歡迎大家咧喺留言區或者評論區同我進行一啲互動嘅。咁接落嚟咧，我亦都會帶住大家通過我鏡頭去睇睇廣州嘅一啲各個街區嘅一啲真實情況。咁希望大家中意，同時咧，我亦都會分享一啲關於攝影關於我點樣影相關於我攝影嘅一啲小心得俾大家。咁歡迎大家亦都可以多多提提意見。如果講得唔啱嘅話咧，歡迎大家隨時指正嘅。咁就回歸到主題啦，我哋講翻攝影器材嘅選擇方面。咁大家都知道大類方面去分嘅話咧，就會分為膠卷相機同埋數碼相機兩種大類。咁大家都知啦，我之前講過，我係會主要去玩膠卷相機嘅。咁唔係我唔玩數碼相機嚇，我亦都有玩，只不過係咧。我已經到咗下個階段啦，就覺得好多時候需要靜落嚟多啲去做觀察，咁就做一啲謹慎嘅選擇，做一啲謹慎嘅決定，先至再去影相。咁希望去藉此提升自己一啲攝影嘅美感啦，對審美方面嘅要求啦，各方面去做一啲提升。咁所以咧，我目前嚟講主攻嘅方向就係膠卷相機。咁但係好似今日咁嘅場景下，今日係落雨嘛，咁廣州嘅話相對嚟講天氣係陰天，咁喺呢種情況下咧，我係冇帶到尋日出鏡嘅嗰台內膠相機出嚟嘅，咁換咗一個新嘅 partner， 亦唔叫新 partner， 係老伙計啦，咁就係換咗一台富士嘅微單相機。咁呢個相機咧，其實已經跟咗我好長一段時間啦。咁我冇記錯，應該係15年嘅時候買嘅呢台相機。咁大家都可以計計啦，都有10年時間啦。咁所以咧，呢台相機我點解會揀佢咧？一陣間我會講嘅。咁講翻話點解今日唔帶膠卷咧？因為膠卷相機對於環境嘅光嘅要求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如果喺呢一種滿是慢反射嘅光嘅情況下去影相咧，咁可能影出嚟嘅照片咧就會係相對冇咁出彩啦。咁第二個就係可能會有啲灰暗啦。咁特別係因為膠卷咧，其實係感光材料嘛。咁我哋都見到目前嚟講咧，會有比較多嘅一啲膠卷係已經過期㗎啦。咁如果係呢種情況下，我哋再去使用膠卷相機去影，再加之如果你個膠卷已經過咗期嘅情況下，影出嚟嘅畫面咧，咁就會係相對嚟講效果並不是那麼地理想。咁所以咧，其實我喺陰天嘅時候咧，都會比較謹慎，就會如果唔能夠唔用膠卷相機嘅情況下，就盡量唔好用。咁因為尋日亦都講到啦，而家影膠卷其實佢嘅成本好高嘅，咁唔好浪費每一下快門啊！呢個係第一個宗旨。第二個宗旨就係特別係遇到一啲咁樣嘅惡劣天氣，或者係落雨啊，或者潮濕嘅天氣咧，其實對於膠卷相機嚟講，因為佢好多大部分嘅相機都係啲比較舊嘅相機，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冇呢一個防水功能嘅，咁所以如果落雨天帶出去嘅話，咁俾雨水沾濕咗，咁其實都會可大可小嘅。咁小則嘅話，可能就會有少少機械故障啦；大則嘅話，可能落到翻屋企之後咧，嗰幾日佢就會發毛。咁發毛咧，咁就好難搞啦。咁所以咧，一般情況下喺呢一種咁樣嘅天氣條件嘅情況下咧，我就會建議大家，如果有數碼相機，盡可能去選擇數碼相機去拍攝。咁膠卷嘅話咧，更多情況可能會係我哋出去旅行嘅時候啦，或者講係啲天氣比較好嘅時候啦，我哋去使用嘅。咁以上就係呢個器材選擇方面嘅一啲叫做少少嘅一啲 tips 啦。咁呢個係第一 part。第二 part 咧，亦都講講我嘅老伙計我嘅 old partner。咁呢一台係富士嘅一台微單相機。咁有10年時間啦，咁
咁可能有啲觀眾就會問啦，點解10年時間咁長啦，你都唔去換相機呢？咁正如我尋日所講，咁作為一個叫做新人啦，或者講係一個啱啱接觸攝影嘅一位愛好者，咁其實我嘅建議係可以揾一啲比較適合上手，而且成本相對唔會太高嘅一啲器材，作為你入門嘅第一個選擇。咁譬如話呢台機，其實佢就係一個入門級嘅機器。咁當時咧，其實我已經喺索尼做咗有幾年嘅時間之後咧，出翻嚟。咁我對於相機其實已經係非常之了解㗎啦。但係喺當時嗰個年代，微單並唔係太流行嘅。咁主流依然係我哋講嘅單反相機。咁但係綜合權衡我自己嘅情況，加上我自己嘅喜好，咁最終我係選擇咗微單相機嘅。咁微單相機嘅優點咧就非常之多啦，譬如佢比較輕啦，比較細部啦，咁帶出去講其實係唔會有太大嘅負擔啦。咁第二個就係其實微單相機同單反相機，其實佢嘅成像嘅質量其實係差唔多嘅啫，幾乎係冇差別嘅。正如我用翻我尋日所講嘅一句説話，叫做肉眼可見地細嘅差別。咁時至今日已經過10年時間啦。其實咧，我覺得我用呢台相機影出嚟嘅相咧，佢嘅無論係分辨率定係佢嘅色彩表現，依然係唔輸蝕而家嘅主流嘅一啲相機嘅表現嘅。咁所以點解我一直都冇換呢？其實坦白嚟講，呢10年時間我換嘅膠卷相機已經我自己都數唔清幾多台啦。咁但係依舊係用同一部嘅數碼相機作為我嘅，你可以理解為備機啦，或者講係我嘅第二個選擇。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有佢嘅價值喺度嘅。但係咧雖然我嘅機身係冇升級，但係咧我都買咗幾個鏡頭。咁亦都印證咗我自己嘅尋日講嘅一個我嘅觀念啦，就係我覺得鏡頭係一個值得投資嘅一個產品。咁機身嘅話，其實夠用就好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即係啱入門嘅小伙伴啊，或者講係對攝影有興趣嘅小伙伴咧，其實都可以參考呢個思路。咁當你去到一個階段之後，咁你覺得我希望我嘅操控更強，我希望有更加好嘅色彩表現，或者講有我更高嘅追求，我需要更高嘅像素，先至去考慮一啲新嘅機身，或者會更好經濟效益更高。咁以上係我自己一啲意見啦。咁我睇而家天氣亦都變好咗啦。咁即將咧，我哋就會馬上開始今日嘅行程。我哋先去周圍行一行，跟住影一影。咁如果遇到一啲比較值得分享嘅畫面咧，我會 show 俾大家睇。比較直觀咁用呢一台相機 show 俾大家睇點樣去影好一個畫面嘅。同埋咧，再簡單去介紹一下今日嘅一個裝備配置嚇，呢一個環節其實比較重要。首先今日帶嘅相機就係富士嘅一台數碼相機機身啦。咁其實佢嘅像素唔高嘅，1200萬像素嘅啫。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哇，得唔得㗎？咁低像素，我手機高過佢喎。咁呢樣嘢其實我一陣間會喺旅途過程之中咧，去同大家再簡單去分享一下。其實像素咧未必係越高越好嘅。咁最關鍵係睇下你點樣去使用佢。咁呢個後邊再講啦。第二樣嘢就係呢一台機佢嘅一個鏡頭先至係最關鍵嘅，我覺得嚇。咁呢一個鏡頭大家可以睇到。咁係18到55mm 嘅一個鏡頭。咁呢個鏡頭咧，我哋俗稱為掛機頭。咁就係隨相機購買嘅時候，佢係套裝嚟嘅。咁呢一套就係最標準嘅一個套裝。咁呢一個鏡頭其實佢嘅最大光圈咧係2.8。咁而且咧只有18嘅呢一端先有2.8嘅光圈，所以咧其實係一個我哋所講並唔係一個叫做特別大光圈嘅鏡頭。咁但係咧，我點解今日要帶呢個鏡頭出嚟咧？我就係希望同大家去即係科普一樣嘢，就係其實掛機頭只要你用得好，一樣可以出到好好嘅效果。而且咧
呢一個富士嘅鏡頭，佢俾我嘅感覺係我覺得佢嘅素質嚇唔單單只係普通掛機頭咁簡單。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去跟住我嘅一個視覺啦，去睇睇我係點樣去使用呢一個鏡頭去影相嘅。咁呢個鏡頭雖然係掛機，但係咧其實亦都出過好多片嚇。我如果有機會嘅情況下，我會將我之前拍嘅啲作品咧，亦都 share 俾大家睇一睇。咁特別係我印象最深刻係我去台灣嘅時候。咁我去拍攝呢個大魯閣大魯閣嘅時候，咁其實咧呢個鏡頭係幫咗好多忙嘅。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嘅情況下，我會將一啲以前拍嘅樣片咧叫做 share 俾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嘅。好，咁同埋要科普個小知識，就係大家睇睇鏡頭嘅參數點樣睇。咁sorry 啊，而家我哋睇翻下邊呢個部分，咁上面就會有寫到佢嘅一個焦段啦，18到55mm啦。咁下邊呢度咧會有寫一啲數字嘅，咁係寫住4 2.8，咁1比2.8到4啊。咁其實咩意思咧？2.8就係佢喺18mm端呢邊嘅最大嘅光圈，咁4就係佢喺55mm呢一端最大嘅光圈。所以呢一個係一個變焦鏡頭，咁亦都唔係恒定光圈嘅，咁即係話會隨着佢嘅焦段嘅改變咧，佢嘅可調嘅最大嘅光圈咧，亦都會改變嘅。咁相對嚟講，呢種鏡頭就係我哋所講嘅最普通嘅掛機頭啦。咁好似我尋日有提到一個叫大三元啊，大三元呢種鏡頭咧，佢係同樣係變焦鏡頭。但係大三元佢嘅最大恒定光圈係可以做到，無論係長焦端定係短焦端，一樣係同樣一個數值。咁即係話舉個例子啦，24到70mm嘅大三元鏡頭，一般恒定光圈係最大2.8嘅，亦即係話佢喺24mm端可以做到最大光圈2.8，同樣地去到70mm端一樣可以做到最大光圈2.8。咁呢個就係點解啲大三元鏡頭賣得咁貴嘅原因。咁亦都係啲技術啊，同埋我哋講一啲科技嘅結晶啦。咁呢種鏡頭好平嘅啫，但係咧效果亦都唔會好差。咁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馬上要出發。咁同步地，我今日亦都會帶咗另外一支鏡頭，呢一種我哋叫做定焦鏡定焦鏡頭。咁呢一個咧，其實佢係35mm嘅一個鏡頭，咁最大光圈係2嘅。咁呢種咧就冇變焦啦，咁佢就有一個焦段就係固定嘅。咁呢種鏡頭其實佢有咩好處？一陣間我都會喺路上咧同大家去做一個分享嘅。OK， 咁時間差唔多，咁天氣亦都非常之好，咁我哋就係時候出發啦。OK， 今日嘅第一站咧，我嚟到咗呢一個海珠廣場，呢邊係星環，星環係一個比較新嘅商場。咁我哋等陣先入去，我哋先嚟睇睇呢個海珠廣場嘅公園有咩睇先。咁正如大家啱先我 share 嘅嗰個觀點啦，咁今日咧因為天氣唔好，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下，其實如果想拍人民照片咧，其實係非常之難嘅，因為落雨嘛，人民最緊要嘅肯定係人啦。咁人都唔出現，咁其實基本上係冇咩可以影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下咧，可能更多嘅我哋要捕捉嘅畫面咧，就係一啲可能係某個瞬間、某個街角或者某個建築物比較有趣嘅一面。係啦，咁而家我哋睇睇，其實咧公園咧今日係冇人嘅。再往海珠橋方向再行一行。咁其實咧，一陣間我係會帶大家入去星環嗰邊，去揾一個戶外露台。
咁其實戶外露台嗰邊咧，會有個非常之靚嘅機位，可以影得到海珠橋以及江景嘅。咁但係今日咧，因為天氣原因嚇，所以咧你話可以影到色彩非常之燦爛嘅畫面，概率其實係並不高。但係咧，我會有一啲小技巧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請大家期待一下。咁我哋睇睇公園咧，目前嚟睇係冇乜嘢好睇啦。咁因為人太少，所以咧我哋就先逛一逛，睇下會唔會出現一啲意想不到嘅好畫面。咁我覺得作為一個攝影師嚇，或者講一個攝影愛好者，最重要嘅嘢咧就係自己 mindset 裏邊、頭腦裏邊要有一個觸覺，就係邊啲地方容易影到一啲精彩嘅照片，心裏會有數嘅。咁呢個觸覺咧係需要鍛鍊嘅。咁嗱，好似橋底啦，橋底呢啲我哋叫做光影相對嚟講反差比較大嘅位置，出片機率係會比較高嘅。咁我哋見到有隻貓貓喎，過去睇下佢先。幾得意，咪咪。OK， 從橋底出嚟，冇咩特別值得我哋影嘅嘢嚇，咁我哋就繼續行啦。海珠廣場咧，舊時就唔係咁樣嘅，咁後尾咧，政府就花咗大價錢啦，去做一個整改，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見到咧，海珠廣場咧，就有好靚嘅一個公園啦，咁江邊啦，亦都整理得好靚嘅。一陣間亦都帶大家去睇睇下。但係好遺憾嘅係咧，橋底始終咧都係停滿咗電雞。咁廣州點解叫做電雞之城咧？就係因為廣州嘅電雞真係非常之多，多到有啲恐怖。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其他地方翻嚟嘅情況下，一定要留意翻。如果我哋行望路啊，或者講行人行道咧，其實都係要小心電雞嘅。咁因為廣州嘅電雞相當之霸道，佢係唔會理你行人行緊喺邊度，咁佢哋係會照鏟上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OK， 咁簡單兜咗圈，我哋發現咧，海珠廣場嘅呢一個公園係冇咩值得我哋影嘅。咁接落嚟，我會帶大家去星環廣場睇一睇。咁喺路途嘅過程裏邊咧，亦都同大家咧講翻啱先講嘅鏡頭嘅選擇啦。咁點解會有變焦鏡頭？點解會有定焦鏡頭？呢兩種唔同嘅選項咧？咁其實咧，按照時間去做一個劃分嘅話，定焦鏡頭嘅出現咧，係比變焦鏡頭咧要早得多嘅，亦即係你可以理解為一開始所有嘅鏡頭都係定焦嘅，不能變焦。咁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大家發覺
如果我要出街影各種各樣唔同嘅題材，咁我要帶好多個唔同焦段嘅鏡頭，咁咪好麻煩咯。咁所以咧，變焦鏡頭嘅概念咧就應運而生，咁佢就出現咗啦。咁其實佢哋兩個鏡頭之間呢兩種類型有咩唔同嘅優缺點呢？咁首先講講變焦鏡頭，優缺點就係、首先優點非常之直觀啦，就係、佢非常之輕便啦，而且佢可以包含各種唔同嘅焦段，亦即係我哋所講嘅唔同嘅視覺。咁所以咧，佢可以影出嚟唔同嘅視覺效果。一個鏡頭覆蓋多種使用場景，唔使頻繁切換鏡頭。咁呢一個係變焦鏡頭嘅最大嘅優點。咁隨之而來，缺點亦都好明顯，就係因為變焦鏡頭佢含有嘅玻璃數量多，因為我哋嘅鏡頭裏邊其實都係玻璃，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光學嘅塑料叫塑料其實唔係幾好，但係佢嘅材質就係塑料咁同我哋嘅眼鏡一樣嘅。咁因為變焦鏡頭佢要覆蓋唔同嘅焦段，所以咧鏡頭裏邊嘅呢啲光學嘅玻璃或者塑料就會好多，咁會導致一個咩唔好嘅地方咧？就係話，因為玻璃越多，咁你光嘅折射反射就越多，咁就會導致到一個問題，就係畫質會變得唔係太好，因為光喺折射過程裏邊，佢係會有損失嘅。咁損失咗，意味住畫質就會損失。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點解話變焦鏡頭佢有一定嘅缺陷，就係雖然方便，但係畫質相對地會冇咁好。好啦，咁變焦鏡頭我哋先講到呢度。我哋先睇睇商場嚇，呢個商場好大好新，咁原先係唔存在呢個商場嘅，咁就係後尾配合翻我哋嘅城市美化改造工程咧，咁呢個商場咧又都拔地而起。咁呢個商場雖然好新，但係咧其實我哋見到佢裏邊嘅商鋪咧，其實並唔係太多嘅。咁所以咧，其實我都好少嚟，因為佢能夠逛嘅地方真係唔多嚇。咁所以我都嚟得唔會好多。咁雖然我係住附近，但係咧按照正常嘅我哋叫做邏輯嘅話咧，一般嚟講，我哋要喺附近消費、食飯啊、逛街啊，咁都唔會優先選擇星環廣場，可能會考慮中華廣場，或者會去遠啲，去天河咯。咁俾大家睇睇商場裏邊咧，而家基本上有嘅都係一啲食肆比較多。因為廣州人比較鍾意食嚇，所以比較多各種各樣嘅餐廳。但係呢個商場係冇得講啦，因為好靚好新，所以咧配置係數一數二嘅好嘅。好，咁我哋繼續上，我哋繼續去下一個樓層。我哋睇睇呢度，佢係有 B5 層到8層，
咁我哋而家喺5樓，咁我哋嘅目標係8樓。咁呢個商場有一個天然嘅優勢啦，就係佢樓下係地鐵站，同時佢亦都望江，咁所以咧其實係條件上面咧係比較得天獨厚嘅。不過咧運營方面就稍微差咗少少，所以咧導致而家招商都仲未招滿嘅。但係咧，呢個商場如果大家嚟廣州咧，其實係值得嚟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即將會睇到呢個商場最震撼嘅一個景觀。我哋將會睇到一河兩岸，亦都可以睇得到一啲比較出名嘅建築。OK， 我哋出咗嚟露台下，有少少落雨，但係唔緊要。我哋先睇睇，我哋可以睇到珠江嘅一河兩岸，有解放橋以及海珠橋。咁再科普下海珠廣場，佢唔係喺海珠區下，佢係喺越秀區。好啦，咁以上就係呢一個景觀。咁接落嚟咧，我會講一講喺呢一種 condition 之下，我哋要點樣領呢個靚場。咁其實可以通過畫面都睇到啦，今日好灰暗嘅。咁所以影出嚟效果咧，其實係唔係太好。如果我哋用彩色嘅話，喺呢個時候影出嚟，佢就唔出彩嘅。咁點算咧？喺呢種時候，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將你嘅相機或者你嘅手機切換成為黑白模式。咁你就會發現，眼前一亮，完全唔一樣啊！好，咁接落嚟我要切換一下我嘅相機，俾大家睇睇效果係點樣嘅。OK， 首先呢，我哋攞出相機之後，要切換為黑白模式。其實我已經切換咗黑白。咁其實你會發覺呢，畫面嘅話呢，佢嘅目前嚟睇，佢嘅整體我哋叫做曝光咧都係唔理想嘅，咁點算呢？喺呢個時候，我建議大家咧減少少曝光。咩叫減曝光咧？你上面一粒掣，就係呢粒掣嚇。我哋要調整一下，調整減曝光，減到大概係1/3嘅水平。先睇睇-1嘅效果。你會發現咧，其實咧整個畫面佢嘅細節啦，佢嘅曝光啦，都會好好多嘅。咁我咧仲會建議大家可以稍微大膽啲，再調低少少，調到幾多咧？再調低1/3。OK。咁樣嘅話咧，其實佢總體嘅黑白嘅對比度效果會更加明顯嘅。咁做目的係咩咧？就係盡可能去保留天空一啲高光嘅細節。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通過軟件手段咧，其實可以去進行呢一個調整嘅。咁所以咧，盡可能地令到呢一個高光嘅部分細節留翻低。
咁後期我哋喺電腦或者手機再調整嘅時候，佢嘅空間就會更多。因為暗部嘅細節其實佢係可以更好地被保留嘅，但係高光嘅話咧，佢如果過咗步睇唔到就係睇唔到噶啦。咁所以有一句口訣叫做寧謙勿暴，應該講叫寧謙勿過，就係咁樣嘅理解啦。OK， 咁我影咗兩張相啦。咁喺視頻嘅最後咧，我會俾大家睇睇嘅。咁呢一個就係拍攝喺呢一種場景之下，我哋面對到咁靚嘅景色，但係好無奈今日天氣唔好，點算呢？最好嘅方式就係將你嘅相機調成黑白模式，然之後盡可能去揾一個靚嘅機位去將佢記錄低。OK， 咁呢個部分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先。OK 啦，啱啱喺星環廣場出嚟，咁我哋趁住而家仲未落大雨，就繼續去探索一下，睇一睇廣州嘅其他嘅地方啲街道嘅情況。咁而家所在位置係元江西路，咁前面咧就有一條非常非常經典嘅一條老街，咁我哋跟住近嚟睇睇。依家係中午放飯時間嚇，因為星環廣場咧樓上其實佢係寫字樓嚟嘅，咁所以咧會有好多白領咧係呢個 moment 咧係出嚟去食飯嘅。咁呢個位置其實係屬於解放南路同元江西路嘅交界處。我哋稍微打一等紅燈。咁繼續講翻變焦鏡頭同埋定焦鏡頭啦。咁啱先講到話變焦鏡頭佢有一個弱點，或者講係一個缺點，就係佢嘅畫質會因為佢嘅玻璃多，所以咧相對嚟講佢嘅畫質就會冇咁靚。咁其實只係相對而言啫。咁如果你問會唔會有一啲好靚畫質嘅變焦鏡頭啊？梗係有啦。咁我哋啱先成日講嘅大三元啦，1635mm、2470mm、70-200mm 呢三支我哋叫做呢三個焦段嘅變焦鏡頭，大三元佢都係恒定光圈2.8噶嘛。咁呢種鏡頭咧，佢就係質量又高。我哋講畫質應該講畫質啊，跟住下畫質又高，跟住佢又係變焦鏡頭。咁點做到嘅咧？咁就係隨住我哋而家嘅科技嘅進步啦，越嚟越多嘅一啲材料，佢控制色散啦，控制我哋嘅各種嘅一啲光學數據，咁去導致到佢喺玻璃好多嘅情況下，佢嘅進光量亦都唔損失。咁常見嘅材料就係啱先我講到嘅低色散玻璃啦，同埋非球面鏡啦。咁呢兩樣，咁其實講呢啲專業名詞咧，意味住其實喺大家選購嘅時候咧，可以多去關注一下有冇你所選購嘅鏡頭裏邊有冇我啱先所講嘅呢兩個，一個叫做低色散玻璃，一個叫做非球面鏡。咁如果你所選購嘅鏡頭有呢兩個材料嘅情況下，咁首先價錢肯定唔平，咁第二就係質量咧，其實會係比較高嘅。咁如果係有條件嘅攝影愛好者或者講攝影師，有條件嘅情況下咧，我會建議一步到位嘅，咁就唔好走咁多彎路。因為器材咧，其實佢水好深嘅，咁但係咧一步到位之後，你就冇咩後顧之憂啦嘛。OK， 咁我哋而家行到出嚟呢個元江西路出嚟嘅呢一條，我哋叫做廣州民間金融街。咁
呢一棟係非常之有歷史韻味嘅建築物，就係廣州市越秀區少年兒童圖書館啊！我哋細個叫佢咩？叫佢鐘樓啊！呢個鐘樓，咁鐘樓而家已經係一個圖書館啦。以前係一個博物館，咁有好多啲相關嘅革命嘅一啲叫做歷史啦，都喺鐘樓呢度發生嘅。咁呢棟樓咧，我今日就唔打算影啦。咁大家可以睇一睇。然之後我哋繼續向前行。呢個叫靜海路。咁靜海路一路行出去咧，我哋嘅右手邊方向咧，其實佢就係一德路。一德路就係非常非常著名嘅海味批發市場。OK， 咁呢個位置咧就係長堤大馬路啦，就係我講嘅非常非常出名嘅一條舊街。咁呢度有個好出名嘅飯店叫長堤星機啊。長堤星機，我相信如果係老一輩或者係上咗年紀嘅香港觀眾，咁就會對佢有非常深嘅印象。長堤星機海鮮飯店，我本人冇食過嚇，咁味道如何？我俾唔到評價大家，咁大家可以自己翻嚟自己親身試一試。咁依家咧呢度叫做民間金融街廣州眾創金融街。OK， 咁呢邊咧其實業態方面咧都係林林總總嘅，各式各樣嘅。咁呢條街咧，啱先講最有特色嘅位置就係長堤星機啦。咁接落嚟跟住鏡頭，再睇睇後邊有啲咩精彩嘅嘢睇啦。
口罩说还没有错，我现在有冇仔啲咩？啊！頭先咧從對面馬路過嚟，咁就愛群大廈，非常非常非常經典嘅一個建築。咁我都影咗2張嚇。咁但係好難去同大家分享呢個位置。咁先講講呢個建築物應該點影啦。建築物如果你要影得佢宏偉，只有一個方法嘅啫，就係由下往上影，咁就可以影出佢高大寬宏嘅形象。咁第二個咧就係可以去尋找一啲比較獨特嘅位，譬如話
我喺呢個輔道上邊嚇，相對比較安全嘅位置，冇車過嘅。咁我喺呢個位置咧，揾到一個愛群兩個字嘅一個機位。咁呢個機位其實好處在於咧，佢可以使用樹葉作為我哋嘅一個前景，去襯托出愛群呢兩個字。再加上咧，愛群兩個字係紅色嘅，咁樹葉係綠色嘅，紅綠之間咧，佢會有一個非常強烈嘅對比。咁樣影出嚟咧，畫面就會非常有意思啦。咁我影咗張，咁喺片尾嘅時候咧，我會放出嚟俾大家睇睇。咁呢一張我哋今日唯一張嘅彩色照片嚇。咁繼續行啊，我哋行過嚟江邊睇一睇啊。咁今日咧，因為天氣唔好嚇，所以咧就人會比較少啲。咁如果係天氣好嘅情況下咧，江邊呢度咧會有好多人喺度直播啦、影相啦、或者係釣魚啦、散步啦等等都會有嘅。咁我認為啦，如果嚟到廣州嘅話咧，一定要喺沿江路呢度行一行嘅，因為呢度係廣州最舒服嘅一河兩岸。咁就俾大家睇睇。而且呢幾年啦，對於珠江嘅治理咧，亦都非常之到位嘅。咁所以咧，水上面除咗一啲正常嘅樹葉啊等等之外咧，其實都係幾乾淨嘅，而且冇乜異味。咁所以如果大家翻嚟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建議過嚟睇一睇，過嚟行一行，比較舒服。咁我哋繼續睇睇啊，行一行，睇下江邊。而家都種咗好多靚嘅花。咁其實我哋繼續向前行咧，其實佢就係屬於二沙島嘅區域啦。咁我今日嘅行程咧，其實係冇計劃去二沙島嘅。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咁下一期嘅話咧，我會帶大家入去二沙島逛逛。咁都要睇翻天氣啦。如果天氣唔好嘅情況下咧，其實喺裏邊咧，因為佢比較多樹木，所以咧好難有啲好出彩嘅畫面嘅。咁但係如果天氣允許嘅情況下咧，我哋會安排喺嗰度拍攝一下。咁行一行，影影我哋二沙島上邊一啲比較特色嘅一啲建築，比較特色嘅一啲街區景色。因為二沙島佢係作為一個以前係作為廣州嘅一個殖民地啦，咁分割咗出去嘅。咁所以咧，其實喺二沙島嚟講咧，會有啲比較同其他地方唔一樣嘅一啲建築特色。咁我個人其實比較中意拍建築物、街景。咁所以咧，其實二沙島以前我都成日去拍嘅。咁我哋嚟到咗沿江路同人民北路交界嘅呢個位置，係啦。咁呢度咧，交通會相對比較地繁雜少少嘅。咁我就唔建議大家咧冇事嘅時候走過嚟，但係咧呢度亦都有一個機位，咁我哋都去睇睇啊。因為呢個機位其實我冇去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作為一個網紅機位，佢必定有佢嘅原因。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亦都安排過嚟呢邊睇一睇。機位喺邊咧？機位就喺我哋而家正對住嘅呢一條行人天橋上面。咁據說嗰個位置拍出嚟咧係好有感覺嘅。咁具體咩感覺我唔知嚇，因為我第一次嚟，所以咧
我哋而家上去睇一睇。咁下邊咧，其實係交通非常之繁忙嘅。OK， 上嚟望一望先。虎虎中餐廳，下邊人民北路非常繁忙。OK， 咁呢個就係傳說中好出片嘅位置。咁我並沒有什麼很出彩嘅地方啦。咁係咯，其實唔太值得拍。我嘗試揾下啦，睇下有冇對應嘅機位啊！呢邊有一位攝影師哥哥坐咗喺度，我影一影啦，我先揾一揾先，揾下靈感先。各位觀眾，經過咗5分鐘嘅努力，其實我係冇發現呢個位置有咩好值得拍嘅地方。但係其實大家都見到啦，有遊客咧過嚟打卡嘅。咁但係其實我冇睇出嚟咧，呢個位置佢嘅獨特嘅地方喺邊度？可能係呢一棟樓，呢棟新亞大酒店，比較 fancy， 唔知啦。咁可能係佢造型比較獨特嘅原因吧。但係睇條街咧，其實我係睇唔出嚟有啲咩好特別嘅地方嚇。咁所以咧，今日我覺得行程咧差唔多到呢度，亦都要結束啦。咁歡迎大家喺我嘅視頻下邊留言啦。歡迎大家喺我視頻下邊咧去發表自己嘅意見啦。然後如果中意嘅話，記得點個訂閱，同時俾個 like 我，同埋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親戚。多謝大家。咁今日我哋嘅行程咧就到呢度要結束啦。拜拜，聽日見。